影片的字幕很重要，看起来很重要。今天一睡醒就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件我最近发现的好东西。你要知道，我平时分享的东西都一定是跟影片有关系的啦，像是之前跟你们分享过怎样申请 YouTube 的盈利步骤，还有上一集教你们怎样去找适合的无版权音乐。Come on， 最烦的字幕来了。很多人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放字幕，字幕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放？没有字幕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如果你刚刚开始在拍影片的话，像我这种刚刚开始拍的，我就觉得字幕还好而已。有上过字幕的人都知道，一个10分钟的字幕要花2个多小时所以说，与其在前期的时候你花这么多时间来上字幕，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想主题、想系列、想风格。简单来讲，定位是什么？我自己都还没有定位嘞。但是如果你要讲字幕不重要的话，其实也是不对的。有很多种情况，像是有些人有口音的问题，又有一些人他发音不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分分钟一句话里面可以是华语、English、Bahasa Melayu、Teochew、福建、广东话。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都听得懂了啦。这样我就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有些人他看影片他不听声音的什么人呢？第一种人他在上班偷偷看影片，他就不可以开声音。第二种人他在另外一半已经睡觉了，这样他看影片的时候只可以开小声，这时候他就非常需要字幕。hold on， 你又会讲不可以戴耳机咩？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戴耳机都是没有用的。假设你有另外一半，你已经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一种很可爱的生物，他们每天很辛苦，都要花一些时间在吹头发。在吹头发的时候，哇哦，你觉得听得到声音吗？我觉得就算戴耳机也听不清楚。如果你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你有帮他们吹过头发，你一定知道吹一个头发至少1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时候如果有字幕，他们一定看得很开心。所以字幕还是很重要的。才睡醒就讲了这样多，那些来看字幕教学的，等一下，毕竟我的频道不是做教学的，平时来看影片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在拍影片、剪影片，他都没有在上字幕，所以嘞，我前面还是要跟他们互动一下。无聊的教学开始了。好了，现在开始来教你们怎样一步一步生成字幕。当然，你需要有一个后期剪辑软体，这里用的就是 Premiere 2021。当然，我也推荐你们用2021，因为2021才可以符合我们今天要教的自动生成字幕 SRT 文件。新的版本，它这里多一个叫 Caption， 然后它这里会有一个叫 CC 的，它把字幕功能独立出来。早期我们上的字幕是自己开多一个 Layer， 然后在 Layer 这边打字幕。这个方法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 export 出来变成一个 SRT 文件。先教这个 Premiere 2021就有这一个 Subtitle 在上面，只要是在最上面你有这一排东西的，它就可以 export 成 SRT 字幕的文件。刚才讲到还有新的这个 Caption， 我们就去 Caption 这里。当你过来 Caption 这里，你会看到左边这一边全部都是字幕，这里的字幕就是对应住下面这里，按下这个它就会跑去第二个字幕。有时间这个方面，它就可以 export 成 SRT 文件，就可以直接放到 YouTube 上面。因为 YouTube 现在有个功能叫 CC， 好处是如果你出来的字幕放在 CC， 它可以自动通过 Google Translate 帮你翻译成其他语言。自动翻译的功能我们会放在后面详细的给你们介绍步骤啦。现在我们继续下一步。这里我们简单的介绍完 Premiere 2020的新功能，现在我们先要来下载一个叫剪映的软体。这个软体它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生成字幕。先打开你的浏览器，然后剪映。找的时候这里建议你们用官方的。当你们安装好剪映，就直接把它打开，开始制作。现在我们就导入剪好了还没有上字幕的影片。这里你可以看到剪映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后期剪辑的软体，基本上功能都跟 Premiere 差不多一样，不过比起 Premiere 它少掉很多功能，但是它却提供了你很多比较方便的东西，可能有贴纸，可能有 Sound Effect， 可能有 BGM， 这些你就完全不用自己再去网络上找。回到今天我们的重点，影片你导入就跟 Premiere 一样，你把它拉去下面时间轴，在这个时间轴里面，你就会看到全部都还没有字幕，这时候你就要点文本，在文本这里就可以手动上字幕，也可以识别字幕，开始识别。剪映真的很强，2分多钟的影片你会看到不到20秒就可以自动生成所有字幕。基本上以我平时讲话方式，我觉得精准度有到90%，我觉得已经很高了。毕竟我们马来西亚的语言比较复杂，口音也比较重。如果你是台湾人，或是你是中国讲普通话的，我相信精准度会更高。这里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可以在旁边这里直接修改，然后 export 就完成你这支影片了。可能你这一段有一种情况，就算你戴耳机也没有用，你就可以直接修改哦。剪映它非常方便，它很多字体可以给你选，可以在这边选透明度、大小，然后你也可以直接选它预设给你的文字啊。当然你在这边也可以做排列，也可以做气泡，然后也可以做字花。如果你们是新手，不太会用 Premiere， 你就可以直接用剪映啦。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 export， 按这里基本上你只要修改你想要存去哪里，选
更高，直接导出，它这里会提示你大概2分多钟，影片大小。不过今天的影片重点不是教你们怎样自动用剪映生成字幕，这个应该很多人教过你。今天我想要教你们的是怎样把这一个字幕单独 export 出来，成为一个 SRT 文件。所以现在跟住我往下一步走。基本上每一个剪映你处理好的影片已经自动生成好字幕，你就要去这个位置找出剪映该自动帮你生成的字幕文件。这个位置我会直接放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栏，你可以直接去那边复制，然后在这里贴上就可以了。我已经用剪映做过3个自动生成字幕，所以今天我们就照时间7月24号，一点进来你会发现这里会有4个文件，你就找这一个名字，右键 Open。这个文件你打开出来，它就是剪映自动生成的字幕啦。如果想要把剪映的字幕转换成 SRT 文件，就要先去下载一个转换软体。这里我们现在下载这一个软体，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网友自己开发出来的。现在可以通过这个软体把它转换成我们需要的 SRT 文件。好啦，这里可以直接下载啦，推荐直接拿最新版本，然后下载。下载好这个软体之后，它是不用安装了，你就直接打开。打开好这个软体，你会发现它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在这里要设置一下啦。这个你需要设置，希望 export 出来的字幕存在哪里，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剪映的自动生成软体，它会出现很多NR 的语助词，这一个部分我们推荐把它打勾，它就可以过滤掉，其他基本上不用设置。回到这里，我们就要把剪映自动识别的字幕换成 SRT 文件。打开这里，一样你找回刚才我们找的那个剪映自动生成的文件存在什么地方呢？点开24号，你又找这个 Content JSON Open， 然后就执行。执行完毕过后，你就去找你该存的地方在哪里，就可以按右键 Open With。你会看到刚才剪映生成那个很乱的版本，经过这个软体一转换，它就会变成时间，然后字幕。这个完整的字幕出来过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 Premiere 2021里面使用。在放进 Premiere 之前，你们可能会想问，剪映出来的字幕都是简体，如果你想要变成繁体字，可以怎么处理？最简单一个方法，我们 Copy 去到 Google Translate， 你 paste 一下，我们把它换成繁体。你会看到都已经换了啦，把这整个 copy 起来，回到刚才这个文件，把它覆盖上去，你会看到你们已经全部是换成繁体字。size 一下，这一个档案已经有了啦，我们就回到 Premiere 这里，我们就把刚才已经修改好的完整字幕把它拉进来，你就把这字幕直接放上来，字幕就已经是完成了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从剪映自动生成字幕，可能你需要微调一点，就是这一些可能它会差1秒这样子，你自己调一调就好了。对我来讲是非常方便，一个10分钟影片，平时我们需要花2个多小时弄。从刚才剪映只要花10几秒生成字幕，到直接放在这里，你剩下要调的就是这些很细微的东西而已，你就可以完成你平时要花2个小时才可以完成的工作。在这里，如果你会觉得，这个字幕位置不对，字体不是你想要的，你也可以来 Texture 这里调整。同样，当然如果还有一些识别错误你需要调整，都可以来这里直接修改。这里我现在要教你们是怎样去调整你喜欢的高度、字体还有大小。你就来到这里，按这个 Edit， 你会看到这里可以选择很多字体，然后你也可以调整大小，你也可以调整位置。当你调整好了之后，你可以按这里去 create 一个储存你喜欢的风格。然后我已经储存了一个我喜欢的风格，叫做 Milo Frenet。这一个就是我平时用的字体，还有它的高度。当你调整一个时候，其他也一起调整了。讲到这里，如果你已经检查好、调整好你所有字幕，你就可以按这一个点 export 一个字幕，2021好了哦。然后你就按 Save， 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字幕了。自动生成跟怎样导出 SRT 字幕我已经教完了哦。现在要教你们的是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我们要怎样上传去 YouTube CC 功能，让它可以自动生成各种语言的字幕。这里你当然要登录你的 YouTube， 去到后台功能。前面我们就讲到 YouTube 的 CC 字幕功能，它可以帮我们自动翻译成任何一个语言。所以平时像我们这个是上传影片的界面，我们就去到下一步，盈利模式先关了。然后来到这里，你会看到上传 Subtitle， 我们就按 Add， 这里你就要选 Upload File， 然后选第一个，这个是因为有时间的，就把刚才2021的字幕上传上去，很快的帮你跟住时间排好了。你 Premiere 在几分几秒会出现字幕，在 YouTube 也是一样，然后就按 Done。好了，这里就已经会有你第一个字幕了，我们就按 Next。这个是拿来 test 给你们看的影片，所以我们先隐藏起来。刚才上传好的影片在这里，进来过后一样去找 Subtitle， 已经有一个刚才我们上传的中文字幕，现在你再按多一个 Add， 我们选英文好了啦。然后你按 Add， 在这里的时候，你直接按 Auto Translate。
你按进去，它在这里就会自动帮你生成英文字幕，然后一样按 Publish。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有一个英文字幕，有一个中文字幕。前面我讲到，除了你原本 setting 的中文字幕跟英文字幕之外，你按设定，然后你来 Subtitle， 这里会有一个叫 Auto Translate。除了有我中文还有英文字幕，你也可以把它选择 Auto Translate， 可以选去你喜欢的任何一个语言。我们假设用马来文好了啦。你看，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精准度，但是至少它可以给你大概懂这个影片在讲什么。如果你们还在看这支影片的话，真心佩服你们，毕竟教学系列这么无聊，我是不行了啦，要去休息了。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教学系列，可以留言让我知道。